干嘛这么没精打采的？你们是战士，打起精神来！熊武，跟参谋长汇报一下战况。是。此次我军炮排共向鬼子莱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90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0。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啊！熊武，这次炮轰小鬼子军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了大功了。哦，对了，赵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兵营，这仗打得也漂亮。都怪我，都怪我没有回去救3个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干嘛呢？都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眼泪给我擦了！失去了战友，我和卫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卫国同志，但是他很坚强。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刘三同志的行动小组3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召见徐虎，同志战士们休息。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同志们，回去休息吧。卫国，没事。你どれくらいの被害だ？敵の奇襲により軍列車内の重機火薬類に引火した模様です。燃え広がった炎は間もなく鎮火するようです。バカ！それくらいやわかるよ。風失然に嗅いだだろう。はい。どのくらいの被害だ？はい。全滅です。なんだと？平気の声では。守備隊長は中止しており、兵は半数以上の死傷者を出しております。誰が我が国に恐れたんだか。報告します。捜索部隊によると2キロ離れたところに敵の爆撃基地を発見。残された弾薬等から判断して敵は追撃爆弾を使用し駅を奇襲にかけた模様です。ならば昨晩の爆発はどういうことだ？調査によると
送電所、電信局、弊社などより爆発物の残留品を発見いたしました。さらに弊社付近で奇襲をかけた数名の死体を発見。今回の奇襲は八路軍のものと断定できるでしょう。敵の所持していた武器を見るに、これは古東山八路によるものと思われます。しかるに昨夜古東山にて敵の陣跡を確認しております。はい。私を英国沸騰山からのつ沸騰山周英国この世から返してやる。はい。川口正弘。はい。明日人数集めチーフン湖から沸騰山まで攻撃しろ。はい。命令。はい。三角二砲部隊三者分隊大砲中隊機関隊および一個下新墳湖から沸騰山まで攻撃せよ。大砲攻撃する。清原国軍が八路軍助けられないため攻撃す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今回の作戦は5000人増えるから必ず1週間以内沸騰山の八路軍は全滅させ。はい、必ずや全滅させます。队长，队长，队长，你看看谁回来了？三哥，我回来了。三哥，我就知道你命大。我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3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2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2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2个鬼子。我他妈没用啊！眼看着2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后来，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2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2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啊，对了，魏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赶去休息一下吧。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去，这是命令。三哥，
走吧。是。小姐，照顾刘三好好休息。好。领导啊，我们这一次是把鬼子打疼了。对，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我们这一仗，就自当是给汤秉权送了一份大礼。魏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领导啊，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秉权袖手旁观，趁火打劫。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这么说都高看待汤秉权，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汤秉权能帮我们。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是2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魏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备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打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对。川口大尉殿、ここは貴風口になりますが、ここまでしかお通しできません。分かった。各隊集合。3日前、守備隊の小谷隊長はあの豪華の中で殉死をされた。自分は少なくとも10人の品人の魂を我が友の供養に捧げようと心に誓い、ここまでやってきた。みんな気を引き締めてしっかりついてきてくれ。万歳万歳万歳。いいかみんな、軍闘知恵染めよう。前進。呸！进你妈个屁！狗日的，这么着急赶着投胎呀？哼！走。報告します。前方は2手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3名ずつ二手に分かれ調査をしろ。はい。
正解を解いてはならん。この場で少し休憩をする。休憩。おい、おい、休め。地図。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的啊！大哥，您乐什么呀？小子，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就是通往赵庄的，往东北走4-5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20里就是赵庄了，右边那条道好走多了。走出去7、8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陇村。哦，哎，大哥，您都知道，跟皇军说一声。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的。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让他找人探个够吧。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弟兄早看不过去。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揍他们狗日。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们，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是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儿绝不皱皱眉头。左側の山道行くぞ。目を出せ。報告します。長官殿、報告によれば左側の道は険しく、行軍には適さ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か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か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はい、ええ、わ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行くぞ。看来是真要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哎，大哥，为什么呀？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清风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儿，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儿，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哎，嘿，走走。报告，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2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指导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形。对，魏国说的对。鬼子加伪军一共有600-700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1个连，加上2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1到2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赵杰，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打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毁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是。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陇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集団。
再度進行。はい。死んだ兵を連れて行け。撤退だ。はい。看，鬼子被我们打跑了。找啥？要不是听了周队长的命令，占了地形的便宜，这一仗还指不定能不能打下来呢。收拾东西，走。好，快点。報告します。前方には異常ありません。行くぞ。はい。イメ兵。はい。慌てるな。八郎の手製の地雷だ。効果は見えている。クソ、煩わしい奴らめ。なぜ正々堂々と戦いをしてこない。すぐに地雷を撤去。経験するんだ。すぐに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ろ。指揮官殿、投機制です。投機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はい。哎，班长，你看，鬼子开水手不排地雷了，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吸地雷失去作用了。班长，那可怎么办啊？不急，让他们探个够。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也等到天黑了。走，咱们先撤。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我知道了，下去休息。是。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伙鬼子？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咱们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接敌，去利永村。是。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全軍出立。1
異常がなければ野営をするぞ。指揮官殿、部屋が用意できました。よし、部隊に命令。警戒を緩めるな。はい。大家原地休息，1个小时以后，等鬼子睡着了，我们再发动总攻。 敵が来たか。慌什么？慌什么啊！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皇军交上火了，咱看看去。狗屁！都别动！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大哥，磨蹭什么？想挨枪子啊！啊！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打去吧。指揮官殿、八路軍の野襲です。植え込みを備えたため大きな損害が出ております。分かっております。隊がどうした？もう何人も残っておりません。何？公共軍は？ 特急の部隊も連絡がつきません。カキが。中隊長、我々はすでに八路に包囲されています。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しょうか。どうぞ。部屋の中に移るぞ。 戸を閉めろ！はい！手榴弹！别动！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我，李德九。 大哥，是我呀！上次来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走。 报告，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你就是李德九啊？小弟李德九，久仰周长官大名。小弟来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周长官高抬贵手。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不敢。小弟也是中国人啊，当伪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周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
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哎，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哎，是，哎，请。等一下。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张杰，到。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5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是。等等，怎么了？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你怎么？信不过我？那好，说说你的想法。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它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伪国配合我，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这儿。相信我。跟上！快跟上！好，就在这儿，那边148三个坑，快！来了，注意隐蔽。打！边打边撤，把鬼子坦克引过来。是。
部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参谋长，撤！是。所有人撤！扔上来！激袭了！再往前一点点。死给了！向前一点。行啊，政府。赵坚，你去看看狗日的日本人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是，兄弟们，跟我来！虎子，带去看看张参谋长。是。参谋长，参谋长，张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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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谋长，张楚，醒醒，张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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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看见了吗？
活该！小鬼子，炸死你们这帮狗日的！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的才叫个痛快啊？有点意思，痛快。哎，弟兄们，我在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有点意思。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一私塾里的教书先生。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你说，你看啊，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肚子底下吧，它软和。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105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弟兄们，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像啥？你别笑，我快睡啊！活像那个掏煤窑的。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没有。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对，他这样的，我跟你说，他是。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遍，快！别让他听见了。啥？哎，张参谋长，你耳朵好使点了吗？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105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哦，在他房间。你们聊吧。大力，大力，哎呀，大力，哎呀，哎呀，大力再学一个，再学一个呀。郑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郑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你知道吗？我问陈毅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哼，他告诉我，
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哎，你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他。伟国，我没什么要说。好好对着你。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弟。啊，我不多说了，我走了。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能跟你做兄弟，真好。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哎，张丑，到，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对，撞门框上。撞门框上，荒唐！你没有酒量，喝什么酒嘛？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我们根据地现在仅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报告，报告政委，邱民同志来电。哦。政委，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回话。这下好啊！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了。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教导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呀？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派个人来看看。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多田司令官から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そこに置け。はい。
お前気楽だな。高橋、なぜこんな米粒みたいな雷陽圏で俺たちみたいな強力な部隊が必要になるんだ。強い兵力がそんなに必要か？指定官閣下、このフトーシャンという地区は今年初めからほぼ毎日八路軍と小規模の戦闘があります。一つ一つの拠点が1ヶ月も経つに八路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ライアン、タイフォン支援の窮地に陥っています。そしてその戦闘には例外なく八路軍の軍艦のジョー・ウェイゴーなる者が関わっています。あのジョー・ウェイゴーは半年ぐらいでアリが象を食べるように皇軍の1000人ぐらいの部隊を殲滅しました。奴は一体何者なんだ。一人の師団長をここまで窮地に陥れるとは。座れ。閣下、ここにジョー・ウェイゴーに関する報告があります。ご覧ください。読め。ジョー・ウェイゴー、年齢28歳、出身不詳。ただ名門の家柄である可能性が大きい。教育、1932年から1935年まで中国中央陸軍軍艦学校に兵科に入学しました。この前も高等教育を受けたようです。1935年から1937年までドイツのベルリン軍事学院に装甲兵科に入学しました。作戦経験としては孫風海戦、南京兵役、これを経験しております。個人能力として言語能力が抜きん出ているようです。日本語、英語、ドイツ語を習得し、機敏な考えを持ち、新しい物事に抜きん出て能力を持ちます。剣道は少なくとも6段のようです。竹下俊、昭和16年10月24日。竹下俊。何日か前に国内から派遣された帝国陸軍大学を卒業した若い軍人です。河北軍の参謀を担当しています。そしてこの竹下俊という者は平凡な人物ではありません。今彼は北進一刀流の師範を務めております。なるほど。軍部はまさかこいつのことを気にし、また我が参謀部に入れるのか？閣下、違います。何か特別な経験が？竹下俊、大正5年に京都の名門竹下家の長男として生まれました。京都の竹下一族か。大したもんだ。昭和7年4月から昭和10年3月まで帝国陸軍士官学校で戦術を学びました。待て。大正5年生まれ、昭和7年、まだ16で陸士に。そうです。続けろ。昭和10年7月から12年7月までドイツのベルリン軍事学院に留学しました。ドイツでの成績はどうだ？全優です。昭和12年7月、竹下俊は命令により帝国陸軍第一師団に赴任して作戦参謀を任されました。昭和12年10月に第11師団に派遣され、歩兵大隊長を担当いたしました。部下を率いて南京海戦に参加し、功績を挙げました。昭和13年11月、帝国陸軍大学に推薦され、
昭和14年7月花形の関東軍第一戦車団第3戦車連隊に見事に入りました。ちょうどノモンハン事件に遭遇しました。東戦線で亡くなった戦車中隊長の職務を受け継ぎ、部隊を率いて真っ先にソ連軍を打ち破りました。そしてその後の撤退中、自発的に第三者連隊を援護し、無事に撤退を成功させました。ノモンハン。閣下。昭和16年9月16日の夜、北進一刀流の師範千葉正夫が病気で亡くなりました。翌日、竹下俊がこの若さにもかかわらず師範を受け継ぎました。10月、竹下俊が帝国陸軍大学を卒業しました。竹下淳の卒業論文のテーマは、小さな特殊撃部隊が現代の戦争中での作用、その内容に皆が驚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そんな優れた青年か。会ってみたいな。わかりました。周英国、やっと現れたな。竹下殿、司令官が参謀室にお呼びです。シタンジャ殿、お急ぎください。司令官がお待ちですから。そうか。作戦専門竹下武です。竹下か。入れ。竹下、遠慮はいらん。俺は帝国陸士の第16期、お前は49期だ。帝国陸大は俺が25期でお前が53期だ。いずれにしても俺の後輩だ。それは私の声です。はい、座れ。いけません。座れ。はい。竹下、あの周英国の八路軍の軍艦の情報に詳しいだろう。私は彼とベルディ軍事学校の同級生です。すべての評価の中で君が彼の言語能力が素晴らしいと言ってるが、その通りか。はい、そうです。彼はすでに英語とドイツ語を話せます。私と2年間くらいの日本語を勉強し、今は郷土人並みに日本語を喋れます。君が教えたのか。なるほど。そうです。言葉を教えるだけじゃなく、剣道も教えました。知るところによると、今君は北進一刀流の師範だ。剣道やつに。そうです。彼と別れるまで彼の剣道は大体ロックダウンになりました。周英国に対するお前の評価はとてもいいんだな。そうだろう。私知ってる中国士官の中で一番優秀な一人だけです。ドイツのコデリアン将軍もそう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ました。周英国は帰国してから将校改選に参加し、その後大佐団長になり、4年後の今参謀省に現れ、このジョーと同級生のジョーは同じ人物で間違いないか。私は確定できます。なぜだ。直感です。直感で判断するのか。おう、竹下、河北の治安はどう思うんだ。司令官殿、あなたの観点は土管持っています。そうか。そうなら言ってみろ。お前の意見は多少違うな。シタンチャ殿のラジオ放送でこう聞きました。共産党はネズミみたい、若軍は獅子みたい。
獅子は強いけどネズミを捕まえないと言いました。この観点は私は賛成します。民衆は猫だ。民衆に頼るしかない。この観点に対して私は同意できません。この民衆は河北の平民ではない。いいか、奴らはほぼ八郎軍とつながっている。俺らに降伏した信軍と忠誠した信人、こいつらをお互いに共倒れさせることが一番いいんだ。だから同意できません。なぜだ。降伏された信軍と忠誠な信軍は猫ではない、犬です。犬はネズミを捕まえますか？いや。ならばお前はどんな人物ならば猫になれると思うんだ。八郎軍は幼児戦略です。彼らは軍隊を一つ一つ小さな軍団に分かれ、いろんなところで激戦し、我が軍の弱いところを見つけ、十分な軍力を集め、壊滅的な打撃を与える。損失は大きくないか、計算したらびっくりするぐらい大きいです。だから八郎軍の幼児戦略に向けて、正規部隊のほかに突撃隊を作るべきです。お前が帝国陸大の卒業論文は小突撃部隊が現代の戦争中での作用がテーマだな。はい、そうです。竹下、突撃部隊を作るならばどのぐらい時間がかかるんだ。隊員を選ぶのは1ヶ月かかります。武器装備、実戦訓練は大体6ヶ月かかります。そんなにかかるのか。何。突撃隊は武器装備、訓練、作戦方法、作戦対象は一般の部隊と違うので、時間をかけて戦力を上げるべきです。どの無敵な突撃隊で欲しければ。竹下、具体的な計画はいつ出せるんだ。今日中に出します。今日だと。小判の部隊を作るのはずっと前から考えております。竹下、帝国はお前のような人材が欲しかった。シタンジョンみたいな指揮官は日本はもともと必要です。なんだかな、お前のその言葉はお世辞には聞こえんぞ。すぐさまその計画を整理してから、できるだけ早く今日中にお前のその突撃計画を俺に提出しろ。分かったな。はい、分かりました。本当に任せるのですか。子牛に過ぎん。虎も怖がらん。試してみようじゃないか。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特派员同志，这位是我们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支队长兼独立营营长周卫国同志。周卫国同志，你好。你好，我叫张仁杰，是上级这次派来的特派员。周支队长的大名，我早在鲁中边区就听说了，真是如雷贯耳啊！张特派员客气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支队的政委李勇同志。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是我们支队副队长兼参谋长张楚同志。你好，你好。这位是我们直属队特战队的队长赵杰同志。你好，你好，你好。张特派员，一路辛苦，要不要先休息一下？休息就不必了，干革命工作哪能要求那么多？哎，我听说咱们莱阳县委和莱阳县人民政府都在赵庄，咱们不如直接去赵庄吧？也好，请，请。军、民、和、作。特派员同志，
在给孩子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毅同志。看这个情况，还有1刻钟才能下课。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伟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毅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对了，伟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2门课。哦，那魏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呐！啊，郭家了，10几个字儿，教这帮小孩儿还是够用的。哎，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这边，这边请。走。来，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对不起，我来晚了。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政委罗荣环。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好。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那边有事儿啊，得回去。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您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2天？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那走吧，出发。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来，这回连老美子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蒋委员长真英明，错，是国民政府英明。切，什么呀？咱们他领导才是真正的英明。坐，来，干！喝酒啊！这回这日本人可快完蛋了。对。吕座，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哎，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谢吕座。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再干一杯。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到一半就走了，
嗨，甭理他了，真是。哎呀，王参谋，何必呢？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来干，来干。一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吗？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不提了，回营部。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张主任，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哎，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啊，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啊，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张主任，沙盘咱有。哦，有沙盘。好啊。张主任，请多指教。好，我在伏龙芝学的呀，不是山地化作战。哦，那张主任您学的是？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大兵团，对，机械化。报告，刘营长来了。好，政委，我去看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哎，魏国，魏国，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魏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13期的，魏国呢是黄埔9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魏国叫学长。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2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87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魏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那好，进。報告。入れ。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
家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英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すべ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はい、突撃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来王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東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英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嗨，同志们，转眼就是3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魏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1营的1连、2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2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好啊，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好，胡子，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儿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100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1连和2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好。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好，我保证完成任务。好，那赵杰到，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是。鬼子来了，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是，准备。所有人记住，等鬼子汽车进入雷区再开火。明白。打！谁命令开枪？一连开火，让机枪组拿机枪压制，投弹组投弹，机枪投弹。2连1开冲锋了！徐2连，上！救补，手补，柱子，到，把手补拉下去。是。团长。谁开的枪？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周团长，哎，周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漂亮，那是真漂亮。
撤！撤退！是。张仁杰同志。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断了阵脚。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2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